美国农业部次长到台湾来，带了50家跟农有关的企业随行来台湾，我们可以卖什么到台湾来？卖什么啊？那第一晚在内湖吃一个牛排馆说呢，他叫大家尝试来自美国的 Snake River Farms 的好的牧场。对 ，Snake River Farms 牧场产的美国牛是蛮好吃的。我以前在哪里吃的？在那个君悦饭店。君悦饭店它有这个牛肉，蛮好吃。美国牛肉本来就好吃了美国牛肉比澳洲牛肉好吃，因为美国牛肉是吃饲料的，澳洲牛肉是吃草的。吃草的这个那个肉就比较粗一点，吃饲料的肉比较嫩那但他这次不仅是推销美国牛，他要推销美国鸡鸡台湾鸡比较好吃，台湾鸡很好，台湾牛也好吃，但台湾牛很少，他们没有多少牛嘛那说他们吃这个中西合璧的这个挂包然后呢说呢这个展现台美饮食的交流那另外呢 AIT 说呢农业部次长来是促进双边农业贸易跟交流那另外呢民进党党团说双方的项目互补，所以呢这个有互利的，可以互利的那郝龙斌说呢，美国农业到台湾可能变成零关税可能变成，因为这个郝龙斌原来在台大食品，他台大农化系毕业，在美国在台湾这个台大的食品系当教授那赖士葆说政府不能出卖农民而且农业部长陈俊基才到美国买很多东西嘛这个小麦啦、玉米啦买很多。那怎么还又来了？还要卖？还要卖我们什么东西农业的产品，它的产值都不高，甚至在美国也不高。但是呢，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 AIT 这么重视？因为美国10几个农业州，每个州也是2个参议员。你大州像纽约州、德州、加州也是2个参议员。美国的驻外使馆、驻外使节都要参议院通过，所以呢。而且这地方又是川普的重要的票源区，所以你不要看它也许产值不高但是呢，因为它每个州同样是2个参议员，所以呢，对美国国务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的经济问题也许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政治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一下。美国农业贸易及对外农业事务次长卢克·林德伯格抵台首晚赴台北内湖的牛排馆用餐，而出席官员还包括了经济部主秘庄明实以及农业部次长杜文珍。We just had a wonderful U.S. steak, and I highly recommend trying it. It's from Snake River Farms, excellent ranc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served this beef right here. And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dinner tonight. 完言中是否跟我国部会谈及农产品关税等议题，林德伯格并没有正面回答。不过他此趟出访将参与美国农业企业贸易代表团的相关活动，与美国肉类出口协会和台湾肉品产业领袖会晤，更要主持与美国农业界代表对谈的圆桌会议。来，嘉俊委员。基本上这个 Luke Lindbergh 来了。然后时间非常敏感，因为上周这个陈俊基才刚带了这个我们的团农业团体到了美国，然后也宣布要采买3000亿台币的这个黄小玉跟牛肉，才签了这个意向书。那 Luke 马上就来了。那 Luke 在美国他的这个职务等于是政务次长，他是3大副部长之一。那他的位阶其实是高于一般的助理部长那所以他可以说是美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跟国际农业最高的这个负责官员所以也是美国对外这个出口农业谈判的最核心的一个人物。那他带来的不只是象征性的团队而是将近50家的农企业，然后贸易协会，甚至还有3个州政府的农业部门代表都来了。那这样子的规模就是显现出一个讯号，就是这一次的重点就是要输出美国农产品到台湾来。那其实陈俊基去美国的时候，我有提出一些质疑，说他到底要去买什么，买的东西会不会对台湾的农民产生影响？那没想到连质疑都不可以立法委员质疑农业部，你知道农业部发了新闻稿，然后甚至派了一堆网军说我是在造谣。他明明就是去签了意向书，明明也要花这3000亿，结果他竟然说张家俊委员造谣，政府没有买，是
业者买的。那我就提出一个质疑了哦。自从2002年台湾加入 WTO 之后，这些品项黄豆、小麦、玉米等等哦，其实进口已经多元化了。那我举一个例，2022年哦，台湾的玉米总进口量是486万吨。那其中巴西跟阿根廷是占大宗，美国仅占16%，就是75万吨哦。那所以针对台湾的需求，美国的不管是价格或者是品质都不一定有绝对的优势。那农业部如果真的为台湾的农业着想，应该帮业者争取最有利的价格。那如果不是价格考量的话，那就必须让社会去了解说这一笔采购跟关税谈判的进度有没有关联。那否则已经有一个自然市场了，天然的竞争，为什么农业部还要带队去采买这么多的这个黄小玉跟牛肉？那所以我希望说，农业部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呢，假设影响了台湾的农产品之后，那是不是未来政府必须要去补贴？要去补贴之外，其实补贴都是拨不高的啦，都补不够，所以呢，农民真的非常的担忧。除了说要进口牛肉之外，鸡肉其实对于我们中南部也是一个很大的农民的收入。那如果鸡肉进来，对我们包括云林、包括屏东、包括嘉义、彰化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还有猪肉，包括这一次好像这个肉品采买的。人员也都来到台湾，就是肉品要出口的推销也都来到台湾了。所以这个如果假设增加补贴好了，又要增加财政负担，那所以呢，这个我还是希望农业部要说清楚，到底为什么你们要买什么，然后是不是为了关税谈判，是不是因为关税谈判要牺牲农民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国会必须要监督的，也请他公开透明，不要让我们变成说我们是造谣者，我们监督他还变成造谣者。永明，大家看看这几天呢，台湾被美国压迫到怎么样的一个内外交迫的情况。刚才我们上一段谈那个晶片产业的事情啊，美国现在全部的晶片只不过占全球的10%产量不到，台湾呢高阶的占到95%啊。混合的中高阶的占到75%到80%，你从美国要把10%不到提升到50%，然后要把台湾的占比降下来，那对台湾的损害有多大？人才多么流失，然后台湾的钱全部跑到美国，这个时刻台湾内需的自产自销的产品的市场，农业。它又要全部开放，而且呢，全部都发生在这2天。为什么美国的压力突然整个这样子内外一起来？因为很简单啊，郑丽君跑到美国去啊，马上台湾的 deal 要签订了，大案子。对，大案，大家看看韩国总统，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就是那个5500亿美金的时候，他就直接跟世界媒体诉求啊，他说你是要怎么样？你是要我韩国亡国了吗？那我们的民进党。可不可以也跟美国振臂疾挥？大家刚才听嘉俊委员讲就知道，美国这一趟农业团来是多高的政府部门的人，他带来的是谁啊？带来的是谷类跟肉品类型的业者，来的都是要跟台湾采购商签约的。也就是说，陈俊基带了团去美国签订意向书 MOU 还不够，100亿美金、3000亿台币还不够。还要再逼你加码，然后加码了以后呢，马上把台湾农产品市场开放。刚才嘉俊委员讲，你能补贴到什么程度，对不对？你弄到最后呢，养鸡的就没有竞争力，他也不要养了嘛；养猪的他也不要养了嘛。种什么稻？这次美国连稻米都要进来，那你把台湾搞到连食品的供给。通通都自然的消失，那台湾还有什么安全保障？美国人不是讲说你台湾每一次都不考虑自保吗？你为什么电力都没有办法自保？你要靠外来运输？那我们的食品安全，如果未来通通靠美国这样子入侵式的跑过来，那我真的请教你，美国
台湾的海峡一旦被封锁，我们是不是台湾人也都要饿死呢？那今天的民进党会被人如此的诟病。你如果晶片，你用说把晶片50%去换安全保障的这个条件，那个赖清德是不是应该讲说，那我们9000亿的国防预算明年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编？对美军事采购我们为什么还要采购？就是说你很多的事情你不强硬起来，你就是永远的受气包，而钱人才又外移，然后呢，整个台湾的原本在地的保障的市场又大开，那台湾人到底要怎么样活命啊？不，基本上因为美国是矛盾的了，他一方面叫你国防预算编什么GDP 的3%、4%、5%，一方面就说没用了，你也保护不了你自己，你要靠我保护了。你既然靠我保护，你就把一半的那个晶片拿到美国来生产，这不是很奇怪吗？对啊，对啊，那这样很简单，那我干嘛国防预算编那么多呢？对啊，我就不要编啊，我撤回。另外啊，补贴这种是这样了，短期是有效的，比如我今年牛肉受到影响，猪肉受到影响有效，但是久了以后，农民可能就离牧了，你知道吗？对啊，他不能每年靠你补助嘛，他就不做了。所以这是面农。也许他们觉得刚好，我可以去盖那个光电板，到时候呢没有农田了，我刚好倒是可以盖光电板啊，也许正合他的意也说不定。而且农民很辛苦啊，年轻人不愿意接班啊，没错没错。这个时候他不是就刚刚好弃农了吗？休息一下再回来。海鲲号现在麻烦了，因为照理讲要潜航，你知道，10月要交舰哦，10月台船要把舰交给海军哦，海军现在不敢收啊，你敢交给我啊？那他现在原来在港里面先检查干污，然后呢进到港里面港测，港测完了又到海测，海测先是浮测，就是舰是浮上来的，跟一般的船一样，浮测都没有问题的才敢潜测。那浮测现在已经3次了，马上要进行第4次了。本来昨天就应该进行浮测，其实昨天都应该要潜测的，结果浮测都还没有结束。第3次的浮测完以后，进了屋里面，到现在为止62天，62天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一定是有问题嘛，所以它浮都有问题了。浮的话，你也可以测试很多的基建啊，然后它设备的这个整合啊等等一大堆，显然是有问题的哦。所以呢，大家都说整合出问题了。整合英文叫 integration，对我们学工程来讲，是整合是最困难的。不同的东西要整合在一起，每个地方可能做的都可以，一整合问题就来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海鲲号推手黄曙光突然辞职了。黄曙光呢，当时蔡英文是重用他的海军总司令，然后参谋总长，然后后来呢，这个专责来搞潜舰哈，然后赖清德来了以后，还请他做国安会的咨询顾问，国安会有6个咨询顾问哈。那除了海鲲，后面还有7艘舰呢，编了差不多将近3000亿，2700亿。那个舰到底怎样？你第一艘如果都做不好，原型就做不好，你后面到底要怎样呢？那赖清德那边说呢，一直慰留他了，但是好像他坚持说他妈妈快100岁了，要回去陪妈妈啊。那之前呢，李喜明也是潜舰出身的。也是这个海军上将，前参谋总长。然后呢，黄增辉是前这个舰长，他们都认为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了。那现在呢，想办法把东西摆上，在舰里面摆进去后再整合，所以非常困难，而且风险也很高。那么这个黄增辉也讲，这个9月2号出干屋到现在又过26天，之前在干屋里面62天。出了干屋又过26天，但是应该下海啦。你出了屋应该下海，为什么不下海呢？是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那所以呢，这个反正他们都说整合是出现问题了啊。那另外呢，这个9月本来之前就应该海测完成，那现在没有了，而且呢，潜航的测试只是海测项目之一哦，潜航静音航行。引擎都关了，因为敌人来了，引擎关了，不让他们侦测到我们然后战斗系统、雷达、声呐、电站装备操作要整合，然后呢，自救系统，万一发生事情了，进水了，万一怎么这个发生问题了，着火了怎么办？所以排水的问题、消防的所以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几十个人、上百人在那个潜舰里面，如果出问题那是很麻烦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呢，这个黄曙光说，第一次潜这个
潜水艇下去，我愿意跟就潜水一起下去，哦，浮不上来就一起不上来吧。那现在他辞了，他也不会第一次下水，他也不会跟着下了，哦。那现在说为什么2个上将说脾气都不好？一个呢是搞潜舰的，一个是海军势力，2个都是上将，哦，所以黄曙光走人了，算了，走了。那黄珊珊因为黄曙光是他哥哥了，黄珊珊说最近是家里有事，哦，有事，2边都工作有一点困难，所以呢为了家庭就不去搞潜舰了。那大家问呢，这个现在海军司令唐华了，说当时这个黄曙光说第一次舰下去，他要跟着一起下，你要不要跟着一起下？那唐华说我不跟，我不跟下，这不是我建的，要你们下去，我不跟。哦，那台船说原因是空间有限，所以空间有限不在乎多你一个人少你一个人啊，那就是不要下去嘛。那郭正亮说叫王定宇一起下去好了，你不喜欢水叫他一起下去，我们看看。按照台船高层近期的公开说法，在10月、11月展开潜航测试之前，至少还会再做一次浮航，如同变相证实9月以内不可能完成所有测试项目。依据国外过往经验，在首度潜航验证之前，必然已经在岸边完成前舰各项设施、单机、系统以及全系统并联的测试，才展开浮航，一一检视系统能否维持正常运作，一般航行或回转动作有无异状，和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是否完整。等到下潜之后，还有静音航行、雷达、声呐、电站装备操作的配合，跟自救系统都通过标准之后，海测才算告个段落。最后一阶段作战测评，要看武器能不能确实连接战斗系统，依照作战的想定，侦测到目标，进而追踪再攻击。还有面对敌火的回避能力，全数通过才能交付海军。技术上的确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全数完成，因为当初的9月是一个目标的设定。那在原型舰通过海上测试之后我们将会安排到这个立法院实施专案报告之后，来争取解冻。压力在于合约早已明定，潜舰国造的原型舰必须在2025年的11月如期入职交船。跳票的面子问题其实只是枝微末节，最怕揠苗助长，像是先前3次浮航测试，官方的进度说明，使得岸测跟海测被合并进行的传言不胫而走，勉强下潜的最坏结果就是装备和税金都有去无回，攸关防卫布局和人员的安全。如果时间成本注定增加，潜舰效能更不容半点将就。来，前海军玉官老沈，我觉得黄曙光在这个时间非常敏感的关键时间就请辞哈，大家各方一定是谣言满天飞，你也没有办法挡。但是呢，他的妹妹讲，的的确确是家中有事，家中有事，所以我哥哥不能两头操劳。这个难道我要怀疑黄珊珊没有讲实话吗？好像黄曙光那个黄珊珊也不是一天到晚说谎的人，但是一个90多岁的妈妈在堂或者其他家中的事情有多到烦到让黄曙光分心到，就原先答应的这个位置还没有做到某一个完成的阶段就辞掉，这个我也不相信了但是呢，我必须彻底的说，你看今天老美对我的态度，还有老共在各方面这个军备方面进展的速度，我真的是彻底，我们不要死要面子啊，你知道吗？国建国造、国机国造，这个都是死要面子。你想想，我们原先就说计划几年，我都忘掉了，要造几艘这个潜舰，对不对？8艘，8艘潜舰几年多少年？将近3000亿了，你们都不用心呢，都记不起来了。你想想，讲也没有用啊，他没有按照那个计划来完成。不是，你想想，不是这样啊，要这个面子，让国际人士说，台湾好厉害哦，自己也会造潜舰。但是到了那一年，你想，海底下，老共的无人潜舰啊，大概都满地都是。你这几艘这个非合力发动的这个潜舰有什么用处？你浪费的资源，浪费的人力，这个就是为了交代说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还是七拼八凑成功的。
好好不要再为了顾面子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不造浅见，你看泰国现在也要造一艘，都是造着好看的，就是我行，我可以做一艘，但是这个有用吗？人家是拿来装饰用的，拿来交代用的。我们台湾面对的是那个家伙，你这样的铺陈门面的交代的事情，我觉得可省就省。来，我们问飞行员，来志豪。对，正想讲飞机哦。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大家都觉得飞机几个国际的有名制造厂商是波音嘛，跟这个 Airbus 是欧盟一起成立的哦。但事实上，飞机很多的它的系统、它的组件都是由不同公司所供应的。比方说，可能这家波音飞机它是用劳斯莱斯的引擎，可是可能另外一家它是用GE的引擎哦。它的航电系统，它的这个卫星的系统，很多系统都是不同的公司制造，所以就需要整合。那我们并不是反对潜舰国造，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计划，攸关我们国家安全，甚至是财政纪律，因为花了那么多钱，难道你不能把它规划好吗？一个一个时程规划之后，你所有该整合的系统，你就早该想到了。比方说，我这条潜舰可能用了什么样的动力系统，我这个潜舰用什么样的这个武力系统，我这个用什么雷达系统，你都早就该想到，早就该整合了。准备到最后一个阶段要开始测试的时候，你发觉哇，我系统没办法整合。这个根本是拿国家的安全跟国防来开玩笑哈！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建议这个政府赶快把所有的这个过程，还有现在的问题，你就把它公开，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不只是让我们在国会里面的立法委员做一个监督，我们全民都该要监督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不，基本上这种是这样哈，就因为台湾是不容易做，国际也背革你嘛，也不卖了哈，美国也不做了这种柴油动力潜舰，就跟陈水扁那个时候外交有没有？哦，哪些国家说要跟你建交，哇，兴奋啊！多个国家建交，老是断交，有建交多少，就被那个外交掮客骗去，你记得吗？骗钱啊等等的，因为他觉得哇，潜舰也是这样啊，大家都在背革你，美国也不支持你，那怎么办呢？哎，就啊，他会就都委托，就给1-2个人去搞，这1-2个人就搞了一个什么荷兰的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公司，韩国也不知道什么公司，有的还被说骗子，要拿假文件，那弄了个半天，那你买的东西。这个东拼西凑，到时候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也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把钱污掉你也不知道，那个厂商有没有给你虚报这个价格你也不知道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也不懂啊，你也不知道怎样，就算是这个他们是潜舰出身的，以前也就是海龙海虎啊，从荷兰弄一些旧的舰啊等等，就最多就是这样而已嘛，对不对？对于新的舰，人家新的厂商，然后新的技术，通通不知道，所以人家骗你很容易啊，知道你。求见心切嘛，你太想要这个剑了嘛，所以这种时候人家对你予取予求嘛，其实就这个样子嘛。休息一下再回来。